最近台中一名男童在家中溺水，有个叫做 Yuki 的人参与急救，却被指控手法不专业，间接害死男童。后续新闻媒体更大幅的报道他是假义消，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假义消事件吧。嘿吼，大家好，我是志奇。3月16日，台中发生了一起男童溺毙案。事后媒体揭露说，当天参与救援的人员当中，竟然包含了一名假义消救护员。根据媒体报道，这名疑似假扮义消的男子呢，叫做 Yuki。当天他戴着金色的假发，穿短裙到现场，并且帮男童做了 CPR。之后呢，男童的父亲也进一步的指控说，他怀疑 Yuki 做 CPR 时呢，根本就是乱压按错位置，并质疑为什么是由业余的人来按。事情传出之后呢，许多人感到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在这种救援的现场会有非专业的人混进去救援？难道现场其他的救护人员都没有发现吗？甚至还有人怀疑Yuki 是不是根本不懂 CPR， 反而耽误了救援。那随着冒充义消的争议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Yuki 的个人身份也不断被起底。像是有报道说 Yuki 自称日本人但他的日文不好，反而会中文注音。还有人说呢 Yuki 自称女性也是造假，他的性别其实是男性。甚至他之前做过的工作，曾经用过的 YouTube 频道也都被人挖出。这整起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些对 Yuki 的指控真的都是对的吗？专业的医护急救人员对于这一连串的争议又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手机、电脑已经储存空间不够，但不想要买新机升级容量，也不想要买云端空间吗？现在其实你还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 Minimax 随身固态硬碟。这颗 Minimax 只有23公克，尺寸轻巧，但容量可不小。它最高呢有2TB 的额外空间，换算下来最多呢可以容纳40万张照片，为你轻松的解决容量不足的困扰。再来，硬碟有高效的传输设计，搭配内建低音散热风扇，让你在传档案时不用担心过热导致传输的速度下降。除此之外呢 ，Minimax 还有额外的 Type-C 扩充槽，所以呢，就算是一边连接硬碟，也能够一边充电，外接麦克风或补光灯都没有问题哦。现在嘖超早鸟优惠当中，马上点击资讯的连结，了解更多的资讯吧。3月16日的傍晚，台中发生了一起3岁孩童泡澡不幸溺毙的意外。当时孩童的父亲独自在家照顾3岁的儿子还有1岁的女儿。傍晚，他帮2个小孩洗澡之后，女儿梳洗完毕之后呢，他先抱女儿出去喂晚餐，留儿子独自在浴室内泡澡。但过了10多分钟之后，父亲却一直没有听到儿子的声音。到浴室查看状况之后，才发现儿子已经溺水。父亲在18点50分报案9分钟之后，救护人员到达了现场。先是有2名消防队员进来，之后呢，又有一名叫做 Yuki 金发身穿紧急医疗技术员制服的人呢，来到了现场，并且帮男童做 CPR。遗憾的是，最终男童仍不治身亡。后来，男童的父亲发现那位金发救援人员似乎不太对劲。他说自己呢原本以为 Yuki 是专业救援人员，但有其他的民众告诉他说 Yuki 很可能并没有 EMT 证照，也不是有认证的义消人员。另外，男童父亲也怀疑 Yuki 做 CPR 的手法并不专业。他说看到他压的位置是肚子，还以为是自己压错了，结果现在看来呢，反而是 Yuki 压错了位置。这位爸爸呢也进一步的质疑说，为何有专业消防员在场，却是由假义消来执行救护？那在相关的质疑出现之后呢，有越来越多的媒体网友开始挖掘 Yuki 的真实身份。根据媒体的报道，其实 Yuki 并不是第一次参与救援。前阵子星光3月气爆的现场呢 ，Yuki 也有出现。据说他是透过听见 AED App 的推送，得知附近有紧急救援的需求，自愿到各个急救现场援助。听见 AED 呢是一个整合发布急救资讯平台，使用者可以在平台上面看到附近的急救需求，并且前往现场协助。那在 Yuki 身份引起争议之后呢，听见 AED 平台也去查核了 Yuki 在平台上面的注册资讯，结果发现他在平台上面上传的 EMT 证照无法对应到有效的发证单位，怀疑他是上传假证件。那除了疑似 EMT 证照造假，Yuki 的个人身份也被媒体大量的报道。像是一开始接受媒体采访时 ，Yuki 说自己是来台6年的日本留学生，不太会说中文。但却有媒体揭露说，他们用日文采访 Yuki 时，发现 Yuki 回答并不流利。之后又有人发现 Yuki 其实会用中文注音打字，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日本人。那除了国籍Yuki 的性别引起了大家的关注。Yuki 说自己是女生，还说自己会孕吐。但有认识他的人呢，在网络上面爆料说 ，Yuki 其实是喜欢戴长假发、穿女装的男性。这也掀起了一阵呢关于 Yuki 性别认同的讨论。
另外呢，也有人起底说 Yuki 先前呢就有伪造文书的前科，曾经做过外送员工作，甚至就连他曾经用过的 YouTube 频道也被人挖出。网友们呢还纷纷去频道影片留言，听起来声音好错，不像女生，明明中文说得很流畅。而在各种猜测讨论出现之后呢，司法也开始介入调查。台中地检署表示，他们怀疑 Yuki 所持的身份证件、专业证照有伪造的嫌疑，可能涉及伪造文书等等的犯罪，并说呢会指派检察官积极的侦办。事情开始走入司法调查的同时关于这次的事件，网络上面也出现了许多涉及不同战场的讨论。关于 Yuki 的 CPR 手法呢，男童的家属认为 Yuki 做 CPR 的时候不是按胸部，而是按肚子，因此质疑 Yuki 的急救手法并专业。之后，网络上面呢传出了现场的 CPR 监视录影画面，许多网友看了以后呢，也质疑 Yuki 按的位置不对，手没有打直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质疑呢，亚洲大学附设医院急诊部的钟佑廷主任说，自己看过现场的施救画面，觉得 Yuki 的 CPR 动作是正确的，没有问题。他认为家属对于胸部按压的质疑是误解。台中市政府消防局也有出来回应说，在当下做急救时，其他的救护人员有事先指导 Yuki 要按压的位置，也确认过急救动作没有问题。可能是因为影片拍摄的角度问题，才会导致外界误以为手法不专业。他们还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因为孩童身上贴有 AED 贴片，所以 Yuki 按压的位置是在胸骨的下半段，而这个按压的位置也确实是适当的位置。另外，孩童的送医过程呢有短暂的恢复呼吸心跳，这可能呢也代表这个急救的过程有一定的帮助。那除了救援手法争议之外呢，很多人感到最不能够理解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路人可以混进急救现场。针对这个疑问呢，有些人解释像 Yuki 这样子的路人出现在救援现场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全民急救 App 只要有人的心肺功能停止，就会通知有 CPR 能力的民众前往协助。那如果专业的救护人员判断说这位民众具有一定的急救能力，就有可能让他协助急救。而且在抢救的现场呢，通常都是分秒必争，且急救的流程繁杂多一个人手会比少一个人手好。如果有基础 CPR 能力的民众可以执行较单纯的压胸，那救护人员呢就能够去做更复杂的事情，争取更多的急救时间。另外，有自称是 Yuki 的友人呢，也出来说 Yuki 一直都真心想要救人。之前 Yuki 以民众身份救援时，常常会被人质疑专业度，所以他才会假冒义消。那当然，这个说法有很多人不能够买单尤其有不少的专业人士也特别的强调，虽然让 Yuki 参与救援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他假冒专业人士的行为却不太妥当。这是因为呢，如果假冒行为属实就违反了紧急医疗救护法第28条，非技术员呢不得擅自使用救护人员名称的规定，已经是明确的违规行为。而且一些消防圈的专业人士还指出 ，Yuki 假冒的是 EMT2。那如果其他的救护人员信以为真让 Yuki 做这类急救或是治疗的话，那救援的风险也会变高。不过，随着这个事件不断的延烧，有一些人觉得媒体的报道似乎逐渐失控了。有些人认为，虽然 Yuki 自称日本留学女生不太准确，但一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本来就不一定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晓得为什么很多媒体都要把讨论的焦点放在他的国籍、个人隐私，甚至呢是性别认同上。尤其这些个资呢，其实都跟救援专业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这派论点的人呢，会质疑媒体之所以不断的曝光这些内容，努力的帮他贴上更多的标签，只是为了要把他塑造成怪胎或者是坏人，因为这样子呢，就能够煽动乐听人的情绪，换到更多新闻的点阅。那当然，也有人觉得媒体用力挖掘 Yuki 的真实身份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追踪的报道呢，可以让大众有更多的资讯，能够判断 Yuki 到底有没有说谎跟造假。尤其今天这个事件呢，涉及了人命，然后 Yuki 也是事件当中的重要当事人之一，所以他在报道当中的角色并不能够拿来跟一般的受访者相提并论。那在上面这两个立场之外呢，也有人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去讨论他们对一连串争议以及这整起事件的担忧。首先，针对媒体报道的部分呢，有许多急救圈的人士担忧，这次的 Yuki 事件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参与急救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到台湾全民急救的推广。过去几十年来为了增加欧卡患者的存活率，很多的医疗人员都一直在鼓励推广全民急救，也就是刚刚说到的，希望有基本急救能力的民众可以及时的救援附近的患者。那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这几年呢，台湾引进了国外常见的志工召唤 App， 像是听见 AED 全民守护者、急救先锋等等，在患者倒地的第一时间，系统就会通知附近有 CPR 能力的热心民众前往救援协助，希望抢在救护车抵达之前就能够实施 CPR。
而另外呢，从10年前开始台湾就有派遣员线上指导 CPR 机制。那在多管齐下之下呢，台湾的旁观者 CPR 比率从原本的20% 提升到了接近60%，急救的存活率呢也从2% 提升到了6.8%，效果非常的卓越。那从这些数据来看台湾的全民急救热情其实一直处在高涨的阶段。但是在这次的事件爆发之后，各种路人混入急救现场的新闻报道，也让很多不熟悉的民众跳出来痛批，救援应该要交给专业的人，不是专业人士就不要随便参与。那面对这样子的舆论风向呢，有些医疗急救人员就很无奈说，其实参与急救这件事情心理门槛很高，如果没有一定的热情跟勇气，一般人可能都会选择袖手旁观。那在大家多年的努力还有推广之下，全民急救风潮好不容易慢慢的兴起，但这次事件所引发的关注跟抨击呢，也让他们担心可能会打击到一般民众的急救热情，让人对于急救产生恐惧，不敢轻易的出手救人。那除了影响民众的参与积极性有不少专业人士也担忧 Yuki 假冒义消的行为也可能会影响到一般不熟悉的大众对于急救行动的信任度。当大家从新闻上面看到，原来随便一个路人就能够参与急救，而且 App 或现场人员呢也都没有检核他的资格，这可能呢就会让其他人对于义消的真实性还有能力产生怀疑。那为了避免争议之后急救人员可能就不会让一般民众甚至是让义消出手协助，最终就有可能变成一般民众不敢参与急救，被救助家属也不想让非专业的人士参与，急救又变成了专业小圈子的事情。但其实真正的义消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培训考核，所以这样子的发展呢等于是浪费了真义消的训练成果，对于患者也没有什么好处。听见 AED 平台认为Yuki 假冒证照资格很可能会影响社会对于急救行动的信任与安全感，这不仅可能会导致错误急救，也会破坏了台湾社会长期累积的急救信任以及互助文化。那话说回来，对于许多一般民众来说，大家之所以不敢见义勇为的参与急救，其实呢也不一定是因为这一次的 Yuki 事件，或者说什么污名化的问题，有可能只是担忧，如果自己急救没有成功，还可能会反被家属告，要因此背负法律的责任。那关于这个部分专家们也有提供他们的观点。根据急救人员的说法呢，急救工作确实要承担很多不同的风险。以 CPR 为例标准的 CPR 呢本来就要按压到一定的深度跟强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高的几率会压断对方的肋骨。毕竟呢，心跳停止时的黄金抢救时间非常的短，在救命的同时，其实很难还要顾及到这会不会让他骨折。那如果后来呢真的不幸骨折而对方呢或是他的家属又想要追究责任的话，帮按 CPR 的人呢就可能会被提告，而这样的案例台湾也确实有发生过。不过其实在台湾的法律上面呢，也有明确的划出一些相关的免责规定，像是在刑法24条当中提到，如果你的行为呢是为了避免对方危险而不得不做的，就可以免责。民法第150条第1项有列出如果救人带来伤害并没有超过他本来应该会遇到的危险程度，那在民事上就不需要赔偿。换句话说，只要法官觉得你的救助行为并没有过当或是明显的判断错误，就不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参与救人，但又想要保护自己的话，专家也建议在救人的时候可以尽量的多留一些证据，例如打电话通报119的记录，找到其他证人等等，能够在日后拿来当做自己的行为是有帮助也有必要的证明。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志毅机器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像是消防改革CPR 等等的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这次我们研究 Yuki 事件的时候呢，发现不同的人对于急救议题的认知好像有不少的资讯落差。比如说呢，当我们最一开始从新闻上面看到这个假义消消息时呢，不少企划都很压抑，怎么会有一般的民众跑去这么需要专业能力的现场帮忙急救？不过我们团队成员当中刚好就有人之前呢参与过这个急救训练的经验，认识一些专业人士，而在他的资讯分享之下呢，大家也看到了很多不同面向的资讯还有观点，比如 CPR 按断肋骨并不少见，全民急救其实是很多人努力推动的方向， Yuki 的造假行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等等。但让我们觉得有点遗憾的是，这些讨论跟资讯呢，在媒体的报道当中却相对的少见。打开电视或是网络新闻，大部分呢都是在追踪 Yuki 的个人身份，不断的揭露有关他国籍性别等等的内容。那么觉得这可能呢会让原本关乎属于这个公共议题的急救讨论，变成了略带猎奇的去窥探 Yuki 的个人隐私。
这不仅呢可能会让讨论有些失效，也可能会让其他本来愿意见义勇为的人担忧自己因为不够专业而被批评，甚至也变成被起底的对象。那当然这么说呢，并不是我们觉得 Yuki 都没有错，我们完全认同专家所提到的这个造假行为可能带来的问题与伤害。另外，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男孩的家属跟媒体会想要关注 Yuki 的个人身份与资讯。但我们认为这当中呢有很多不同层面的争议被混在一起了，这些不同层面的争议或许是可以各自分开来讨论的。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在 Yuki 的个人行为之外呢，这些事件中所带出来的急救资源的人力缺乏、急救 App 资格审核验证等等的结构性问题，可能更需要大家一起关注。因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后的救援现场呢可能会一样的艰难。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呢，今天这支影片能够尽可能的补上一些被相对忽略的视角，补足一些资讯落差，跟大家一起探讨台湾的急救现状，甚至是找到处理问题的方向。那当然，如果你本身也有相关的经验，想要特别的补充一些资讯，也欢迎留言分享哦。最后，瑞想问问大家，看到别人需要急救的时候，你会选择亲自上阵吗？ A 会有急救时间分秒必争哦，即使不懂也要尝试看看。B 不会哦，因为自己不专业，不敢亲自上手。C 不敢直接 CPR， 但如果有专业人士在线上或一旁指导，就可以尝试。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假义消 Yuki 事件。此外呢，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台湾消防员困境以及 CPR 急救法。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